大家好，前天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参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的事。昨天与大家分享了一篇关于德国巴斯夫化工集团到中国投资100万欧元建立一体化基地的消息。今天与各位分享另一条关于中国的经济新闻。德国媒体报道，中国赛维电子的瑞典子公司全资将收购德国半导体制造商 Elmos。此类消息一般会让德国人玻璃心碎一地。我们来看看《明镜周刊》对此事的报道。中国公司欲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竞争对手 Silex 是中国赛维电子的子公司，希望收购半导体制造商 Elmos 的工厂。与汉堡港不同，德国总理和联邦经济部似乎达成了一致。另一家德国公司可能很快就会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德国政府目前显然正在研究由中国赛维电子集团旗下的瑞典竞争对手 Silex 公司收购位于多特蒙德的 Elmos 公司的芯片生产。德国政府有关人士告诉法新社，目前的审核程序尚未结束。德国商报援引政府圈子时报道说，政府可能会允许收购，审批应该在下周进行。该报进一步报道说，与中国国营航运公司中远公司参股汉堡港码头的争议相比，总理府和经济部在 Elmos 收购案中意见应该一致。Elmos 的芯片技术已经过时，不存在特有技术流失的危险。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篇延伸阅读报道，我们来看看标题吧。第一篇报道与抖音海外版 TikTok 有关。TikTok 和类似企业，北京的数字帝国主义。我们不用看内容，大概可以猜到，文章很可能关于北京政权如何利用 TikTok 获得西方国家数据，从而实现中国数字帝国主义的野心，把中国的监控扩展到全世界，大概就是这么个基调。接着我们看第二篇，这是关于中国远洋海运公司参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的事。这几天一直被德国媒体炒作成了意识形态话题，就是说一桩普通的经济交易硬是在德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足以见得德国在看中国时简直就是文革的翻版。该报道的标题为德国财政部关于与中国的港口交易致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信号。连德国财政部都这么看，不用解释，德国人疯了。好，我们看看第3篇延伸阅读。这是德国反对党的意见。西方这种选举政治，反对党一般是为反而反，目的是扯执政党的后腿，或者搞坏对方，把执政党的事情搞砸。它的标题是对中远参股汉堡港的批评，我不理解总理为何同意这桩交易。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所有3篇延伸阅读的中国报道都是极其负面的。好，我们接着看本报道。可是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建议不要批准收购。商报继续报道，这不仅涉及技术诀窍，而且涉及生产能力。根据该报告，中国有目的的收购一些行业，以便能够对个别国家施加压力。Elmos 在2021年底宣布，他将放弃在多特蒙德总部的生产。Silex 将以85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该工厂和库存。通过这次出售，主要为汽车行业生产的 Elmos 公司计划放弃自己的芯片生产，而采购委托生产的芯片。好，朋友们，这就是全部报道。德国现在特别忌讳中国来收购或者参股德国企业，一是担心被中国偷窃或拷贝技术，这是德国方面的原话；二是担心中国壮大，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第三，显示德国人不再自信，从而对中国一举一动过度解读。那么我们来看看德国人对此事的看法，按时间先后及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Elmos 真不是所有欧洲芯片设计中最现代的，但尽管如此，我对收购案也持批评态度。这家企业并没有遇到麻烦，它只是中国全球布局的另一块拼图。尤其据我所知， Elmos 不是一个清算企业的案例。是否与中国有交流？不，他们在这里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德国在那边就不行。他们总是对山寨货视而不见。我们可以尝试收购中国的一家公司。我忏悔吧，根本不可行，他们不会让我们的。各位，这里呢虽然只有2人点赞，我觉得很搞笑，所以也翻译出来。在中国收购一家公司，
就像在伊朗建造一座教堂一样不可能。如果5年后与中国关系有麻烦，希尔茨先生会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预见的。5年后，他回忆不起这件事了。不知何故，德国经济的一些地方现在已经完全令人费解了。难道我们已经忘记了在新冠大流行时期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口罩这样简单的东西，或者药品供应，我们不断听到有人说芯片采购变得越来越难了。然后一家德国的芯片制造公司被卖给这个市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我们真的无可救药。我有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公司可以收购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中国却不能？因为美国不想收购我们。美国出于慈善而收购。美国公司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收购，他们倾向于短期的。中国公司奉行长期战略，通常由政府决定，或至少由政府批准。中国的目标与美国不同，出于政治目的建立垄断。我们应该马上把总理府卖给中国算了。即使是过时的技术，也会缩短收购者自己产品的开发时间，会更快的弥补差距。老兄，我们一遍又一遍犯同样的错误，到处缺少芯片，德国制造商就不能利用这些设施和员工来生产更多的不落伍的产品吗？凭借现有的技术 ，Amos 也可以转向其他芯片设计，如电视等芯片。现在至少产能再次流向中国，如果与中国产生矛盾，我们将缺乏进一步的生产资源，所以这又是一次不必要的、有潜在危险的抛售，还在不断的进行抛售德国。我们的政府简直太尴尬了。过时的技术，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买呢？干脆不向中国出售任何东西，不是更容易吗？毕竟德国公司也不能随便在中国进行收购。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而德国的政客们却忙着占领道德制高点。库卡机器人公司、汉堡港、埃尔摩斯以及其他许多公司，夏季结束大甩卖已经开始。事情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芯片制造产业。我们这里具有政治战略的领导在哪里？我根本不指望希尔茨，但联邦政府中还有其他人。德国知识点评：这个红绿灯政府还有哪些人才呢？那个1年内获得伦敦政经学院法学硕士的外交部长吗？那个哲学专业的经济部长吗？还有那个哲学及政治专业毕业的财政部长吗？有一点是不会变的， Amos 公司的工人将得不到他的工作所应得的工资，无论是否在中国人手里。反正生产会转移到中国，这只是一个让我们更加依赖的行动而已。我们不是想变得不那么依赖中国吗？如果在某个时候与中国发生冲突呢？新冠危机已经显示出我们有多大的依赖性。德国知识点评：这里指2020年新冠疫情在德国大爆发时，德国极度缺乏防疫物资，比如口罩、防护服等，甚至如厕用的卫生纸也被抢购一空。记得那段时间，德国的网上有各种自制口罩的妙招，比如一位德国大妈用她老公的内裤套到她头上秒变口罩，或者一位男护士用咖啡滤纸自制口罩。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搞笑。我的天哪，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意识到吗？中国正在扩大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我一直有疑问，为什么德国汽车企业囤积资金，而不投资于这样的公司，并努力实现高科技的自给自足呢？各位，这条评论呢，没有任何人点赞或是踩，但很好笑，翻译出来与大家一起笑，全当娱乐啊。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成为中国一个省，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我们自己？现在能阻止中国人的这种收购之旅吗？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收购的，除非我们在中国获得完全相当的权利，并且受到适当的法律保护。我们在芯片生产方面已经丢失了无尽的城池，
现在我们要把最后的产能卖给中国。美国人更聪明，恰恰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以便更加独立于亚洲。当然，中国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厂，但在美国的领导下，我们在德国这里仍然没有理解这一点。向中国甩卖的事情每天都在继续，特别是在像这样的中小企业，这也是知识诀窍的流失。时代的转机已经结束了吗？如果没有必要，我暂时不会卖任何东西给中国人，必须把这个信号传导到中国那边。欧盟的超市已经关门了。德国知识点评：欧洲超市在这里是一种比喻，表示中国想来进行收购欧盟企业门都没有。欧盟的大门对中国已经关闭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中国越来越接近我们了，很快大量的工人将拥有中国老板，好好享受吧。中国人为什么不直接收购总理府？我不会有任何介意的。中国人投资到有利可图和有价值的商业领域。中国人也做无利可图的事情，但他们在地缘战略框架下做这样的事，为了在今后脱颖而出。20世纪将是一个中国的世纪。德国给全世界派发礼物，中国理智的搞经济，知道差异在哪里了吧？简直难以置信，有史以来第一次。我现在希望进行失败的不信任表决，随后举行新的大选。这很奇怪，如果一家欧洲公司想收购一家中国公司，最多可以占到 49%， 一家中国公司必须持有 51% 的股份。反之，我们允许完全收购一家德国公司，无论技术是否过时，都是如此。这应紧急重新考虑邮政和快递的自由流动问题。在新冠期间，每个人都说我们必须更加独立于中国和印度，而现在我们在出售重要的产业。这位读者引用报道中的这句话：通过这次出售，主要为汽车行业生产的 Elmos 公司计划放弃自己的芯片生产，而采购委托生产的芯片。于是他说 Elmos 将从 Silex 采购芯片。对中国来说是双赢的，收购了一个竞争对手，同时得到了一个客户。孙子兵法中说，如何做到这一点？与美国人相比，我更喜欢中国人，也更喜欢中餐。那么去中国吧，到那里工作之后我们再谈谈。中国有一个长期战略，我们赌的是短期收益，让我们看看以后谁的情况更好。如果我们轻率行事，或者中国没有自己的失败，我们就会输。中国确保在收购后员工的生活会更好，这是最主要的。是的，中国以人权和公平待遇著称。德国当局如何继续允许中国公司收购或参股，这让人摸不着头脑。是否有人在考虑未来，或者他们只能考虑到自己退休的时间为止？通常情况下，直到任期结束。德国在沉沦，感谢上帝，根据统计数据，我只会再看30年。我不明白，这家德国公司希望剥离它的芯片生产，如果不卖给中国人，他们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废料，这毫无意义。对于这件事，德国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德国一家专业网站叫 Heise.de 也做了报道。该网站说，其实 Elmos 的芯片技术非常古老了。在报道中还穿插了一个随机民调，结果还是蛮有趣的。我们看看。45%的网民觉得中国收购德国这家芯片公司的工厂没有问题，40%的网民觉得不行。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但从刚才民进周刊的读者评论中可以发现，非专业人士的看法几乎一边倒的反对这项收购案。刚才说的这家德国专业网站 Heise.de 透露，其实 Elmos 的生产线只生产350纳米的芯片，根本不存在敏感技术问题，所以德国政府很可能批准此收购案。该网站有一位读者说，收购意味着技术和市场力量的转移，我们没有吸取教训，
在鲁尔区，整个钢铁厂被勤劳的中国人拆出，并在中国建立起来，包括知识转移和市场力量。这同样适用于其他行业。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有其战略。对我们来说，在目前不应该向中国国家政权出售任何东西，他们在背后支持。所以朋友们，总之不管什么东西，一旦与中国有关，德国人一般都会贴上政治标签，这才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方，而且这还将持续下去。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肯定发现了，不管干什么，德国人似乎没有合作共赢的意识，而是一如既往的反对与中国一切有关的东西。这种小人心态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非常堪忧啊。好了，谢谢大家收看。